疵的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我最开始说机器不应该有这么高溢价，就在于它这个做工啊，其实没有那么细。我不知道这是个例还是说，可能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。精致一些，又不是很张扬，就或者说是像那种有些所谓游戏本那种杀马特那种画风，那就根本就带不出去嘛。这个机器它这个正面有一些它应该说标志性的吧，就是这种打孔设计，然后可能视频看会有点，因为我选择有点过曝，为了让这一会儿一些细节展示更清楚一些。实际观感来说的话，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漂亮，就有点像彩虹吧。虽然我不支持一些少数派的运动。那么其他的部分接口我们也看一下吧，是有输出的 HDMI 网口，有一个 A， 还有2个 C， 有一个耳机耳麦的，还有一个是这是电源啊，它原厂的这个电源源口。然后另外一侧的话有一个 A 口，还有一个 Micro SD。这个 Micro SD 我就要吐槽了，因为它是定位的一台全能本啊。那怎么会就不能配一个标准 SD 卡槽呢？因为正常照相机都是用标准 SD 卡呀。你像这种 Micro SD， 我感觉可能在北京你一年能卖出200张嘛，因为这无人机现在也不让飞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你怎么着？你是行车记录仪，还是说运动相机？反正我就觉得不是很能理解。这个东西实际是涉及到体验的，因为你如果有处理照片的需求。你还要带照相机镜头那些东西本来就很沉。你如果要带这台笔记本的话，你还要带一个读卡器，或者你就忍受那个用 Type-C 数据线传输很慢的那种效果。机器打开的话是这个样子，看起来也还可以吧。它这种类肤质的涂层摸起来也还算是舒服。然后这个键盘的话是一个不带数字键盘的这么一个键盘。手感也还行，就是正常笔记本水平吧。这个机器好的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一个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么一个功能，肯定是比指纹要好用的。然后我给大家放这个画面是为了对比一下3块屏。最左下角的这个就是幻视6。我都设的是一样的，它这个原厂的壁纸。其他2块屏，一个是我这个台式机的显示器，一个是我正常用这个轻薄本的这个显示器。另外2块屏它都是100% sRGB 的，也算是广色域了。那么幻视6这个的话，它屏幕是 P3 100% P3 的这么一块屏，就是更好一些。实际观感来看的话，无论是这个饱和度啊，还是说这个对比度。包括它色彩的过渡，从观感上讲，应该是很明显，这个幻视6这块屏是要好一些的。那对于这个价位的 PC， 就是尤其是 PC 来说的话，这块屏幕可能算是比较顶级的屏幕了。这应该是整个机器最大的卖点就在于此。其他的包括各项配置，应该是围绕这个屏幕来进行的。屏幕这一点必须要给予好评。补充2点细节啊。一个是这个光污染，它这个键盘背光啊是可以调成纯白的，这还行。但是就有一点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注意到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它这个指示灯，3个指示灯，它对着屏幕，所以说它很容易在屏幕上反射出来，这个就影响观感了。因为刚才刚夸过这个屏幕好，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欠考虑的地方？它模具没有改，过去也有这个问题，反正提一下吧，小细节。还有一点就是我这台机器的话，在这个左侧平轴位置，它制造是有瑕疵的。这就是说为什么我最开始说机器不应该有这么高溢价，就在于它这个做工啊，其实没有那么细。我不知道这是个例还是说可能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。继续说这个机器。可能是它宣传的一个重点吧，就是它的这个所谓音响的效果。实际我的感受确实在笔记本当中算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呢，它毕竟就是个笔记本，
它的特点是左右的这个声场比较开阔，左右声道能够分清楚，但这也仅仅是个音效而已。具有惊人的音质，它让屏幕上的场景生动鲜活，每时每刻萦绕着你。就是它没法做出一个环绕的效果，这个是它硬件的机能所限。你想，它一共就是240瓦的一个适配器，它分给这个小喇叭又能有多少？对于一个功放的这种音响来说的话，这个瓦数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所以说跟你这个真正是家庭影院那种效果，那真的完全是天上地下，就是听个响。我觉得这个实际的使用来说，可能你看个 B 站听个响肯定是可以的，够用的。但如果说你是剪辑视频看素材里边这个实音效果怎么样的话，可能戴上耳机还是稳妥一些。如果说是打游戏的话，它其实它风扇噪音很大，我一会儿做这个测评会直接放在这个增强模式去做，那它风扇噪音是很大的。我觉得还是戴耳机，无论是说你出于真正这个音质或者听音辨位去考虑，还是说保护听力，还是戴上耳机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有点鸡肋吧。聊一下它这个配置百面以前自己看吧，就有几点说一下。一个是它是 D.5 内存，再有一个呢，它这个硬盘它是美光3400-512的。注意这个可能跟之前的年款不太一样，之前好像配的是 PM9A1 对吧？三星的那块，这个其实是个减配，后面会有测试给大家体现。其他的它这个显示器是友达屏。之前的话，可能有反映过，之前年款它那个，因为它的排气，它的这个出风口是对着屏幕吹的，那么如果你长时间很高的负载的话，它这个热气可能吹的这屏幕就起那个水波纹。反正后续使用中再看吧。这代这个华硕机器还有一个突出的改进是，它增加了显卡直连，独显直连的这个设置，只能说上一代太拉垮了吧。这个我是做性能测试全部打开了，然后开启了这个增强模式，没有去手动拉它，也没有去调这个显卡参数，更没有去刷什么 VBIOS， 就是感觉笔记本嘛没有必要去搞那些极限的，也没有太多的收益，本身它这个功耗和性能就摆在这里。再跑一下这个 CPU 的成绩，就拿这个 R23 来测吧。新的这款那个12700，或者说是整个12代的酷睿 CPU 风扇声音很大，真的很大。那个如果是显卡高负载，声音也很大。总之这个机器相对于那种真正办公的机器比的话，它这个噪音控制还是显得差一些。这是测试还有1分钟，最后1分钟看一下它这个功耗和频率的情况吧。我手持录的，功耗基本可以稳定在90瓦，还行但是反正频率是降下来的。这是单核测试的一个情况。显卡基准性能的话，3D Mark TimeSpy 跑了一下，只能就说是正常水平吧。因为它这一代是给到了120瓦的一个动态性能，实际上是测试当中也可以稳定在120瓦。那么这光追的性能，反正这个卡是有光追功能的，就能用吧。